呃，大家好，我叫刘岩，我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然后呢，在这个过去的10几年当中，一直从事跟 IT 相关的一些职业。那么这个机智云的话，是我在05年的时候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一起创办的一个公司。那么也是在13、14年的时候，我们转型开始做智能硬件的云服务。我的专业其实是国际贸易，是一个文科的专业。那么在毕业的时候呢，也选择了就是跟这个国际贸易相关的一些工作，做的是外贸。做了2年，但是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还是在计算机这个领域，所以毅然决然的也投身了这个行业。当时也是蛮幸运的，可以加入类似网易啊、易堂啊一些比较优秀的国内的互联网的公司，然后一直这个算是接触互联网比较早的一批人，算是互联网的一个老兵吧。那我觉得在工作以及择业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一直会跟现在的同事也好，或者是来应聘的同学们也好，一直会强调的是一个兴趣和爱好。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才能够把它做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CTO 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就是首席技术执行官哈，听起来是一个官哈。这个实际上的话，工作也是蛮多蛮杂的，特别是在一个技术创新型的企业当中，有技术的管理、人员的管理，还有对这种新技术进行一些前瞻性的研究，然后进行在技术使用上面进行一些决策，这都是相关的一些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在我接触过的大多数的这个，无论是同行也好，或者是一些有志加入这个行业的人也好，他们都会说这个，在国内程序员干到这个35岁以后就不能再干了，因为干不过年轻人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的理解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跟咱们的一个产业的现状是相关的。那我也是在一些，比如说做外包的一些公司也待过，然后的话呢，自己这个杰森科技的话，其实早期也是做一些外包的工作。那么如果是一直从事于一些这个行业里面比较类似于蓝领的工作的话，大家都会有一种想法，这个年纪大了就干不过年轻人了。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是在一个创新型的企业里面工作，那么我觉得技术性的工作是非常有前景的。不一定每个人就是说都非得当什么 CTO 啊，当什么项目经理啊，当管理啊。其实我非常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哪一天国内的程序员干到40岁，干到50岁，还能很快乐的在写代码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就会有就会有质的一个变化。这个问题感觉就像说我一样因为刚才也说了，我的经历是前2年做了2年的销售，就是刚毕业的时候。那么在销售的话呢，我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每次见完客户的话，我去写一些这个总结和报告。这个是当时我的老板要求我这么做的。我发现这个非常能够锻炼人，因为你变成就是说能够非常好的去总结跟对方的一个交流，然后提取一个关键的点，然后规划下一步要做些什么事情。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其实在我加入技术团队以后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一块的能力是非常有用的，对整个团队协同作战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一开始没有做技术，加入了销售这样的一个行业，然后再转到技术，我会发现自己比直接做技术的话更加有一些优势。云服务现在也是大家经常提在嘴边的一个词，然后在市场上也炒得比较火。
那么从技术层面理解的话，云服务也可以细分为3层，有一层呢我们叫做 IaaS， 也就是一个基础架构作为服务的一种云的能力，包括了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网络能力。这一层的话，通常会有一些大的企业在提供，国外的话有亚马逊，国内的话像阿里云、腾讯云，还有现在新兴的这个青云啊、uCloud 他们这是最底下的一层。那么中间还有一层的话，我们叫做 PaaS， 就是平台级服务的这样的一种行业。那么机智云实际上是属于 PaaS 的一层，能够在智能硬件连接的这个层面的话，提供标准的服务，消息推送然后命令的转发。那在这个 PaaS 上面还有另外一层，我们叫做 SaaS， 那么这个就是软件及服务，那这个是根据不同的细分的行业、细分的领域，会有不同的这种智能的应用系统，包括了像客户关系管理生产管理还有销售一系列相关的一些垂直的智能系统。其实机智云本身呢，我们一直是一个做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 GoKit 的话，作为这样的一个硬件，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团队一次新的尝试。主要的目的呢，是想通过这块板子，能够帮助我们的用户更好的去了解机智云的服务，能够更快的去跟机智云进行一个对接。那我们本身不是做硬件的，但是我们也对做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能够帮助到开发者，帮助到社区了解我们，帮助到他们去把他们的创新的思维可以落地。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应该说是在97、98年就进入了互联网这个行业。当时听到的第一个理论，其实就是说互联网带给消费者的一个所谓切换成本是非常低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传统的一些行业当中，比如说超市或者是一些卖场，那对消费者来讲的话，他选择 A 或者是选择 B。那实际上，这个地域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这个超市 A 开在他家门口，他就喜欢去超市 A。他如果去一个远一点的超市，消费者会付出更多的一些成本，比如说时间或者是一些金钱但是在互联网这个场景，消费者的切换成本是相当的低的。他只要在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地址或者输入那个地址，他可以去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提供商的网站去享受这个服务。也就意味着，在互联网这个大的行业里面，大家的那种心态应该是比传统的行业是更开放的。大家都是期待的一种竞争以及合作的一种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竞合关系那包括小米，包括这个京东、阿里、腾讯，其实他们在云服务的层面是完全可以通过类似机智云这样的第三方的云服务商，去把他们的服务进行一个有效的整合。我相信这个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一些产品方面的体验。对双方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机遇微信智能硬件的话，我们非常熟悉他们的团队。然后的话，最近的话也是他们在全国搞一个几大城市的一个巡演。那机智云的话也受到邀请，一起协助他们去举办这样的一些巡演。那么从技术上或者从产品的形态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微信在做的我们叫的是云对云的一种对接的服务，而机智云在做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叫端对云的对接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解决的是帮助智能的硬件它连入云端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作为一个入口，去跟这些连入云端的硬件进行一个互动，享受一些所谓的硬件社交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关于这个概念的话呢，等会也会提到。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我相信机智云在未来的智能硬件的这个领域，一定可以帮到企业、帮到开发者进行更多的创新，从而改变我们的生活。